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1949年屬牛人當心，這次不是普通波折，而是命運安排的最後一道坎，跨過去，晚年就是真正的福氣階段。在很多人眼裡，到了這個年紀，日子似乎就該穩穩當當，按部就班的過下去。可對於1949年出生的屬牛人來說，命運在今年年底前卻並不打算讓你完全安逸。一句話先說在前頭，這一次的波折不是普通的小坎小溝，而更像是命運親手擺在你面前的最後一道坎。過去幾十年，你經歷過風雨，見過人情冷暖，也扛過大起大落，而眼下的這一步，其實更像是一個分水嶺。跨得過去，後面很可能迎來一段真正踏實、順心、享福的晚年階段。若一時迷糊，看錯方向，則可能在接下來幾年裡，為此反覆擦屁股、操心勞神。因此，現在看到這期視頻的你，務必打起12分精神，把接下來的每一步都走穩、走清楚。1949年為己丑年，天干屬己土，地支屬丑土，是典型的重土之命。這種命格的人，最大特點就是踏實、能忍、有責任感，做事一步一個腳印，不喜歡投機取巧，也不愛麻煩別人。正因如此，多年以來你靠着一股子死磕到底的劲头，往往能在關鍵時候為自己打下一點基礎。可重土之人也有一個繞不開的弱點，那就是容易固執，容易把忍變成硬撐，把責任變成包攬，最後活得比誰都累。今年走到年尾，正是這種命格被推到極限的時候。五行上看，丑土遇到流年中帶動的木與水之氣，就像是鬆動的地基在承受外力擠壓，很容易出現表面看似平穩，內部已經開始鬆動的狀態。很多屬牛人最近已經隱約感覺到，身體上容易疲倦，腰腿不適，情緒上也時常莫名煩躁，甚至會被一些本以為早已翻篇的往事再次勾起。這並不是多心，而是運勢本身在提醒你，該面對的終於要來了。尤其要注意的是，從農曆11月開始到年底這段時間內，你的命盤中會出現一個明顯的回溯信號。簡單說，就是過去的某些人、某些事、某筆錢、某段責任，很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再次出現。有的人可能是老朋友突然找上門，有的是多年前的賬務再次被提起，還有的是家族裡被擱置已久的問題突然擺到你面前。乍一看似乎只是小事，但實則每一件都在試探你的一種態度，是繼續逃避、模糊處理，還是直面問題，徹底理清。這些表面平平的小事，很可能正是命運安排的考題。如果選擇躲避，可能會換來表面短暫的清靜，但麻煩卻會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一旦選擇正視、處理乾淨，雖然一開始會有壓力，卻會為你後半生掃清極大的障礙。從具體的時間點來看，農曆11月的初6、17、27這幾天，需要你格外留心。這些日子，命理中土氣與外來之氣相衝明顯，容易發生被動應對的情況，比如被人臨時拉進某個決定，替人擔保，幫人做中間人，被要求表態，被迫做選擇等等。這個時候尤其記住一句話，屬牛的人一向講情講義，但今年到這個階段，情義如果不帶理性，很容易變成沉重的負擔。不要因為抹不開面子，
就輕易答應一些你無法完全掌控的事情，特別是涉及到錢財、合同、借貸、擔保、合作的，一定要慢下來，能拖就拖，能緩就緩，能白紙黑字寫清楚的，就不要只憑一句口頭承諾。很多時候，你以為自己在幫別人，其實是在給未來的自己挖坑。從運勢走勢上看，這到最後的坎，並非完全的負面，它更像是一個清算與重啟的過程。人生到了這個階段，最怕的不是折騰，而是把不屬於你的責任繼續扛在身上，壓得自己喘不過氣。如果你能趁着這次機會，把一些多餘的負擔放下，把不清不楚的關係說清，把不該承擔的責任劃清界限，你會發現整個人會突然輕鬆很多。也許外在環境並不會立刻變得富貴輝煌，但內心那種終於把這一關過了的踏實感，是錢都買不來的。而這份踏實，恰恰就是晚年真正的福氣基礎。在健康方面，屬牛人也要格外留心脾胃、關節、血壓方面的問題。土過重，容易生濕生堵。如果最近總是感觉胃口不好、睡眠淺、夜醒多，或者關節容易酸脹、下肢沉重，這其實是體內氣血運行不暢的信號。這個階段不宜大補，不宜大喜大悲，最適合做的是規律作息，飲食清淡，多走動，多曬太陽，哪怕只是每天在樓下慢走半小時，也能緩解不少內在壓力。記住，身體一旦垮了，再好的運勢也接不住，而你要迎接的是接下來真正舒服的日子。從人際關係層面來看，1949年屬牛的人通常都是家裡的定海神針，很多事情大家都會第一時間想到你，依賴你。過去你覺得這是責任和價值，但現在你要明白，真正的智慧不是繼續承重，而是學會分擔。尤其在這個節骨眼上，如果依舊什麼都往自己身上來，反而會打亂命運後面的安排。試着學會說不，學會把事情交給下一代，學會不插手某些你本可以不插手的問題。當你開始學會鬆手，運勢反而會一點一點向上抬頭。從命理角度來說，最後一道坎過後，往往會迎來一個相對平穩甚至有福氣的階段。很多屬牛的人在真正放下一些執念後，會發現人緣變好了，家裡的氣場也越來越和順，子女的事情慢慢走上正軌，經濟上也不會再出現大的動盪。那種日子不一定大富大貴，卻是清靜、踏實、有依靠的狀態，而這恰恰是晚年最難得的福分。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恐懼，也不是盲目樂觀，而是清醒，看清身邊的人，想清當下的事，分清什麼該你承擔，什麼必須放手。不要被過去的情感綁住，也不要被一時的誘惑迷住雙眼。年底前這段時間，你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會在未來3年裡慢慢開花結果。挺住這一次，看清這一步，屬於你的福氣才會真正開始展開。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